敌为蝼蚁林御风，违规使用万法复刻系统，恶意重塑本天道，触犯系统局判决，收回位面控制权，从此方天地抹杀。放屁！系统是你们给的，实力是我用系统一步步获得的，凭什么算我违规？胆敢狡辩！小心！不要过来！丁，万法复刻系统激活，检测到万界主脑，自动开启对接。李峰，他在抽取你的位面控制权限。雨峰，你没事吧？想要抽取我体内的位面控制权？做梦！给我睡！给我睡！真该死！要死！必须死！又是个从低维养猪场爬出来的垃圾，身上居然连一丝一毫的灵力波动都没有，纯凡人一个。没有开挂也毫无灵力的废物，谁给你的狗胆，竟敢挡在本少爷的战车面前？赌局系统开盘，要下注的各位抓紧了！我压了，我赌他连3秒都撑不过去。我直接拉满20万气运点，赌他撑不过2秒。今天高维主脑大放水，这破天的富贵，活该我接着！我的退婚流逆袭系统都给出胜率100%的判定了，这底层垃圾要是能活下来，我立刻把虚拟面板生吞下去！王少爷，加把劲儿啊！一脚把这没挂的废物踩成烂泥，兄弟们等分钱呢！给本少爷去死吧！这才是属于我的力量！你这副靠着外挂乱飞、不可一世的嘴脸，还真是让我怀念啊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系统，给我兑换9天生火，活活烧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！雨峰，别跟他硬碰硬，我用高维感知力看穿了，高维系统投放的任务指令有漏洞，他的金手指是定时发放，必须在特定节点闭环的，只要在结算前破坏他的签到动作，系统就会判定失败。定时发放，哼，意思就是只要物理拔掉他的网线，他就成了废物一个。没挂的废物，你怎么可能躲得过高维锁定的？给我去死！你的网线，我拔定了。
玩外挂是吗？给老子下网！我的20万气运全没了，系统主板都短路烧坏了，这不科学，这绝对是外挂！我的系统直接死机陷入黑屏了，纯物理的拳头怎么可能产生把高维对赌系统冲烂的数据溢出？救命！对赌反噬了，我的神号消费系统被强行构成负重资产了，它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系统，救我！我的手！签到失败，触发重度反噬惩罚，剥夺顶级神器，扣除100年寿元。不好，王腾暴击的系统后台触发了高维主控警报。高维大能被惊动了，快走！万界试炼城通缉公告：3名目标已锁定，李清歌、林宇峰、苏静。这可是1000万气运呐！只要撕碎了这个凡人，我刚才输掉的所有家产就能100倍拿回来。林宇峰，我动用了背后家族的所有人脉，集结了底层上百名神豪，赘婿修炼系统的开挂宿主。今天在这地网之下，你插翅难逃。雨峰，这帮开挂狗被悬赏逼疯了，数量太多，我们根本没有退路。一个一个找过去拔线太麻烦。既然你们主动抱团，那今天这高维屠宰场的底层，就做你们这群开挂狗的乱葬岗！
可能！自动因果锁定程序竟然失效了！雨峰，正东方向3个身位。那名神号系统宿主的额定防御踏件在冷却更新。抓到你了！别过来！系统，快给我无敌盾！来不及了，给我下网！疯了！他根本没有能量收据，我们连他的一角都碰不到！千万祈愿老子他不要了，放我回去！跑？你们以为能跑去哪儿？主脑的任务完不成，所有人都要被抹杀！这是你们逼我的。不管是低维的走狗，还是高维的畜生，你们这些靠掠夺过活的无耻人渣，连吃人的动作都一模一样。林玉峰，本少爷现在就是这底层的法则天道，给我下地狱去吧！雨峰，这家伙已经彻底丧失理智了，这形态撑不了太久，但我们必须扛过这一波。去死！统统给我去死！
躲在几丈高的龟壳里砸我砸得挺爽啊！有种冲这儿来！终于露出破绽了！底层臭虫就是底层臭虫，我要让你连魂带骨，灰飞烟灭！丁判定宿主自愿燃尽全部宿主气运，禁忌必杀。万界陨星格式化仪核准开启。老子故意卖破绽，等的就是你烧光气运，显出核心。静儿，景哥，跟紧了！我今天就带你们把高维神殿的网线拽断！玉凤，我们来了！走！彻底高烧化是连高维存在过的数据特征都会被抹去的，这个没有系统的凡人必死无疑了。去死吧！给我彻底化作虚无吧！进来！生命禁咒，永恒锁线，开！我的系统主板，停下！快给我停下！玩外挂，给我下网！
走。他强行催动有豪华禁咒，陷入深度昏迷了。快点，主脑监控程序会在3分钟内接管这里。我帮你处理。忍一下。我没事，你只管弄。能走吗？能。这条甬洞通向底层废墟集市，是炼城最乱的灰色地带，主脑监控密度最低。他的永恒之花释放过度，在自我休眠重组，预计要1天时间。这期间他经不起任何剧烈颠簸。这里你最熟，带路吧。你抱了一路了，胳膊还撑得住？撑不住也得撑。走。你之前当高危傀儡时，对噬魂殿以及青羽宗了解多少？你应该已经知道了，青羽宗血脉黑市只是一个屠宰场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你以为你打掉的是噬魂殿，你打掉的只是一个分区。什么意思？昊天那种级别的代理人，在主脑系统里统一编号叫位面推广员，噬魂殿主是区域负责人。主脑在3000位面设置了无数个这样的种猪养殖场，每个厂子配一个负责人，下面管着几十个员工。所以，我杀的噬魂殿主从头到尾都是替主脑打工的。对，你打掉只损失一条业务线的流水。现在我们站在万界试炼城，等于闯进了主脑的总仓库。收旧面板核心，3块下品灵石1斤，碎了也收。集市深处有一间不挂牌的黑市旧书店，店主是被系统剥离后苟活的前高维数据记录员，他手里应该还存着主脑投放系统的原始收割记录。他能信？不需要信，做交易就行。今晚不收废铁，滚！废铁不收，主板收不收？进来，快！你是总台傀儡线里挣脱出来的那个，档案编号0907，3次任务调度记录都在我店里过手。你记性不错。哼，零数据特征，毫无灵力活动的肉体凡胎，你就是最近底层疯传的那个徒手撕面板的恶鬼。我叫林宇峰，我要看主机投放系统的原始收割记录副本。你拿什么画？一块系统主板碎片，物理切割，不带任何数据残留。物理断裂，零数据干预下的纯物理撕裂。对。记录副本归你了。
300年的投放记录都在里面。灵气复苏的时间点、噬魂殿建立的前置条件、总图血之熔炉的开启日期，都是写好的代码。血池、熔炉、雨峰，别去！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这儿。找到了。原来如此，低维大陆的灵气复苏是主脑设定好的程序启动。噬魂殿的血脉祭祀周期精确卡在每100年1次的产出评估窗口里。我父母被献祭，阿宁姐被拖入拍卖场，全都在主脑的定点出栏收购表里排着号。PW0903这个编号，你们记录员手里是不是还留着代理商节点的物理坐标备份？没错，这段是主脑系统在投放噬魂殿代理商之前的原始备案。静止一栏写的是区域级系统代理商，不是独立组织，是主脑网络中的一个节点。噬魂殿主，他是主脑的员工，比员工更底层，员工有合同有知情权。噬魂殿主的备案状态写的是次级执行终端。他只知道自己被授予了掠夺血脉的权利，不知道这些权利是谁给的，也不知道给这些权利的人想要什么。次级执行终端，说的真好听。噬魂殿主到死都以为自己是天道，其实他不过是主脑在低维社的一个收血站站长，连总部的门往哪儿开都不知道。此等神物配你这个废物！简直是暴殄天物！昊天当时笑得很开心，我一直以为那是他个人的贪婪，抢别人的血脉当成自己的天赋，站在台上受万人敬仰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他连自己为什么想抢血脉都不知道。你恨他吗？以前恨，但现在只觉得他可怜。一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提线木偶，不值得我再浪费时间去记恨。收割窗口期，主脑在每个位面投放系统之后，会设定一段固定的运行周期。时间到了，系统自动执行终点收割实力，把位面的全部残余天道碎片压缩上传。窗口关闭之后，位面会进入格式重置预备状态。格式重置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位面的所有生命、土地、灵气、历史全部清空，归零，重新开始。主脑在一个格式重置过的位场上投放新的系统，就像在刚犁过的地里种新种子。你重塑天道，等于在主脑的收割窗口上切了一刀。窗口提前关闭了，格式重置没有发生。你的位面是3000个养尸场里唯一一个逃过了清卷的漏网之鱼。你不是在挡一个系统的运行，你是在挡它整条生产线的标准流程。那我们就卡在所有收割窗口开放的前一页，把每一个系统互助变成主脑网络上的断裂节点。一个节点断，整张网震动；节点断的够多，网就塌了。你还能从这堆废料里拨出更多东西吗？比如那个赘婿逆袭系统的底层契约锁结构。可以，给我一盏茶的时间。你拨出来的结构够不够让我们进赌场之后精准拆掉契约锁？我可以自己走一段。好，你慢点，我扶着你。还好吗？不然还是我抱着你吧。没关系，我适应一下就好了。
西侧街道有一处数据信号明显比其他区域嘈杂，频率偏底层协议。什么类型的信号？消费类系统，应该是神豪消费系统的宿主在附近活动。瞧你这蠢样，撒了一地的破烂，真伤着本少爷你赔得起吗？神豪消费系统底层数据有一个3秒的刷新真空期，它在画虚拟财富的时候，面板的那一瞬间离线状态没有防御锁定。3秒，够不够把它面板主板的散热孔卡死？如果插进散热缝隙的位置精准，足够造成一次物理短路。你带静儿撤到东边旧水塔等我。你一个人去？放心，3秒的事。天亮之前，不来我就去找你。来人！我的系统和面板！成了。天亮之前，整个公开区都会传开系统面板无故碎裂的消息。主脑那里不会追查？追查需要时间，主脑最后只会把事件定性为宿主操作违规导致自爆。刚才我感应到了一段深层协议残响，跟在旧书店面板上看到的赘婿逆袭系统底层代码完全吻合。走，趁着天还没完全亮，先去附近蹲守。听说了没？昨晚西街那个姓周的神豪，面板半夜自己炸了，气运清零。主脑给的定性是宿主操作违规导致自爆。操作违规？我怎么听说是被什么东西物理拆掉的？别瞎说，物理拆系统面板是主脑核心协议下面封死的高维禁忌。主脑给自爆定性了，网络日记没有异常报警。公开区同时运行的宿主面板超过120块。昨晚那起事件已被早市的数据流量淹没，钓鱼模式有效。今晚再干一次。可以。我刚才感应到另一段底层协力残响，西街南铺有一间赌场，幕后的系统张富贵修的是赘婿逆袭流，但要在午夜网络日志归档之前，归档后监控程序会重新扫描历史记录。上来。对不起，我拖累你们了。说什么拖累不拖累？没有你的锁血绿光，我已经被格式化了10次。你也不用对我觉得抱歉，心里真要是过意不去，就等你恢复了再好好帮我们。走吧。张富贵的主控面板上有一道集体契约锁，30个绑定者的自愿协议构成一个认证网络。他的逆袭点数必须依赖所有绑定者持续确认，自愿才能生成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让契约绑定的凡人完全失去自愿意志，这个系统就会反向崩溃。对，庆哥，你绕到赌场侧翼去，我需要知道大厅里有哪些是已经出场干活的绑定者，越多细节越好。像薰儿，你进后院仓库，不用唤醒所有人，只要让其中一个人的意志产生一次非自愿的波动，药草蒸汽就能削弱幻觉粘附力。同步结束后，有大约1炷香的空装期，足够我进去再出来。你摸完地形之后，在赌场侧翼2层通风口外侧等我。我这里从正面进，你从2层切通讯端口，2个方向同时动手。正面和面板归你，2层通讯端口归我。好了，你去吧。
后院仓库关了15个契约受害者，状态比大厅里那些更差。张富贵每天天亮前给所有人同步一次鼓励信号，维持他们的自愿幻觉。同步期间面板高负载，感知灵敏度下降。同步信号怎么传的？项圈直连还是面板广播？面板会覆盖整栋赌场，只要在同步期间让一个绑定者产生清醒波动，广播就会被干扰。知道了，分头行动。系统绑定认证，没面板不让进。听街上的兄弟说，张老板门槛低，凡人也能搏一把，输了就签契约干3年活。我什么都没有，就这一条烂命，还真是一个系统都没挂过的纯凡人。既然你这么想要一个翻身的机会，那本少爷给你，签了，签完筹码就是你的。赢了气运分成3期，输了留在这儿干3年活，公平吧？3年，3年换翻身，你还有什么好挑的？不签门在那边，签了，本少爷立刻让你上桌。怎么回事？这系统怎么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你的逆袭靠吸别人的命来兑，你以为自己是赢家？你连自己输在哪里都不知道。还有权限，只要重启，只要让我重启！重启？你的网线都断了，拿什么重启？你的逆袭，从头到尾都是主脑写好的诈骗剧本。你吸的每一个人的命，都会被主脑抽走90%。现在明白了吧？你以为你是主宰，其实不过是主脑的提线木偶罢了。先撤，把他们带到废墟集市下层去安置。哪来的碗？门口废品堆里翻的，洗过了。当年我被噬魂虫控制的时候，也在赌场里替主脑拉过人。张富贵做的那些事，签契约、绑项圈、给幻觉等抽干，我全都做过。有一天晚上，有一个老头，他签完契约之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他说：“姑娘，你眼睛这么亮，怎么干这种事？”我当时手指在替他按相卡的扣，感觉自己好残忍，但我的手还是按下去了。没关系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这次，我们拉的是给主脑送葬的队伍。什么动静？等等，怎么回事？你别烧啊！完了，
全完了。他的面板在计算科明兑换的冷却时间，下一次可兑换窗口在凌晨3更整。3更，来得及。你盯着他，我去断他的线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气运翻倍，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眼前。搞定了，3家的网都断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会有更多人知道有个没有系统的恶鬼专拔系统网线。怎么回事？以前没发生过这种情况吧？没有，看他的样子，像在吸。难道永恒之花能吸收系统碎片的残留能量？如果有更大的碎片，安装程序已经铺到底层了。你能吸收碎片提升续航是好事，但现在不是考虑续航的时候。我们已经被盯上了。那盏灯闪烁频率跟其他灯不一样。撤，不能回原来的地方。怎么样？暗装扫描频率在加速，它每一次扫过我的伤疤，都会产生微弱的回响。它在不断缩小搜索范围。能判断出它的扫描半径吗？它的覆盖范围已经从公开区延伸到了废墟集市边缘。如果我们再在这个区域内活动，3到5次之内就会被它的扫描波纹锁定具体位置。大规模钓鱼必须停止，暂时转入地下蛰伏。如果安抓的目标是扫描零数据特征的生命体，那只需要一个足够大的虚假信号出现在另一个方向，它的锁定就会被拉走。什么意思？永恒之花在高维环境下的能量底噪和主脑系统能量底噪高度相似。如果我在底层集市中心释放一次大范围的绿光脉冲，暗装会判定那是系统能量泄漏，它的扫描方向会被吸引过去。你上次催动永恒花禁咒之后，昏迷了一整天。我是不死之身，但你和亲哥不是。当初你跪在血池边上的时候，我想的是，如果我再多撑一息，你就能多走一步。现在也是一样，我在集市中心释放绿光，你们去断暗装的网线，我释放完了就撤。答应我，你释放完脉冲之后，一定要立刻撤回来。那我说一下路线和计划。第一条路从管道出发，穿过集市东侧废墟，到达中央广场。第二条从中央广场侧翼绕向暗装通讯端口所在的中箭塔。第三条从中央广场西侧潜入底层废弃能源输凝，进而释放绿光后，沿东侧路线撤到旧水塔2层等我们。青哥从侧翼接近中箭塔，通讯端口在塔基北面半埋式接口舱里，外面有一道数据锁。你切砖口之后，沿南侧通风井撤出，不要停留。我进输球之后，把能源底板物理短路，能源断了，暗装就断了功能。通讯和功能同时断，它活不过3秒。有问题吗？如果在切通讯端口的时候触发了数据反宠，接口舱可能会短暂闭合，我可能需要多几息脱身。我经过中箭塔西侧时，如果感知到异常，会先破开防御再进枢纽。你最多撑20分钟。够了。走。来吧。
功了吗？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端口断了，反冲多花了几息，但处理掉了。撤，先退出结界范围。秩序巡检期间，停止一切异常数据操作，违规者立即清洗。宿主编号0713，系统面板持续报错3次，未按规程上报，判定为潜在秩序威胁，执行清洗。这个监察长的手段很高明，他完全不依赖系统面板，而是把意识直接接入主脑网络，他自己就是一个终端接口。他胸口的能量阵是噬魂殿主类似架构的终极进阶版，来维持自身运转的独立体。但监察室不需要掠夺，它本身就是主脑网络中的一个节点，它的能量直接来自主脑总控的持续供应。它周围那层蓝色的光不是护盾，是逻辑禁域。任何带有系统数据特征的生命体靠近到一定范围，都会被那层蓝光认定为异常数据，并直接清除。他那个逻辑禁域对我这个零数据凡人来说，就是一堵空气墙。他那个逻辑禁域对我无效，但对你和静儿有效。靠近他之前，必须先引开他的注意力，让他把禁域的覆盖方向从我们这边移开。他在战船内时，禁域的覆盖半径最小，大约10步，但他离开战船进入公开区巡检时，禁域半径会扩张到30步以上。他刚才在广场中央站了20分钟，禁域覆盖了整片广场。如果能让他怀疑系统网络内部出现了漏洞，他可能会把注意力从地面巡查转移到数据分析上。我们需要一节面板碎片来混淆他们的视听。好，我们就用碎片给他制造一个假目标。之前在粉碎其他宿主面板的时候，我留下了一些碎片，待会儿我会想办法把其中一块放出去。好。底层试炼城区域疑似出现物理信息源干扰，无法归类，无法追溯，无法解析，建议启动1级数据回溯扫描。碎片被收进战船了。我在远处看到解析台的光亮起，他们扫描了2次，应该都没有结果。他上传报告了，我感觉得到。我要的就是他上传报告。一个无法解析的物件被写入底层日志，主脑的网络会有一瞬间对这片区域产生微弱的关注偏移。我们现在就得走，他的关注偏移窗口期最多24小时。24小时，够我们穿过底层到中层的间隙了。但你还有通行权限吗？主脑系统里有一个协议漏洞，以外边任务执行者身份登记的编外人员，在任务期间不会被主动扫描。昨晚我已经用旧任务编号生成了一个新的外边身份凭证，只要不被实时深度扫描，这道凭证能用1次，过闸口够用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编外人员通行权限。系统崩溃后的底层残骸数据采样任务，需要取样员和辅助看护各1名。通行者。没有绑定面板的凡人，不会对中层网络产生数据负载。通过，大门将在5秒后开启。
你杀掉的昊天，只是主脑写的一个副本程序。真正的昊天，肯定还躺在这个中层的某个数据备份仓库里。数据备份仓库在哪个方向？西侧那片圆顶建筑就是中层的数据备份仓库，底层被格式化的位面残片和系统操作日记，大部分都存放在那里。你确定要进去？对，我有预感，这一下离我们很近了。有小册。这里有能量残留，不是系统碎片的那种底噪，是很旧的东西，像是被密封了很长时间之后，又在某个时刻被短暂释放过的痕迹。临战与苏瑶，目标血脉，纯度确认完成。噬魂殿抓走你父母之后，一直没能用系统直接控制他们，他们只能被物理关押、物理看守、物理折磨。现在我们知道原因了，不是因为噬魂殿不想，是因为他们做不到。你的父母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把这种体质传给了你。我爹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。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，噬魂殿主也是在最后一刻才上传这条记录的，那时候血池已经要关了。这份文件没有被分发，只留在了备份仓库里。你父母的体质不是个例，主脑的系统工艺对拥有这种血脉基因的人完全无效。你的 bug 体质不是外挂附赠的，是你自己的基因结构。你的父母把它留给了你。警告：未授权访问，启动物理封存协议。有人远程激活了仓库的管理系统，闸门在关闭，我们被困在里面了。物理封存协议已启动，仓库内部将在300息内进入真空状态。建议所有未授权人员原地待命，等待外部处理。通风管道内壁有屏蔽图蒙，我的剑能撬开栅栏，但进不去。我的身体有数据残留特征，进去就会被图蒙反射的扫描信号识别，而且这种图蒙能把永恒之花的绿光阻断，就算进而跟进去也无法维持生命体征。空气被抽走的速度太快，我只能延缓，不能阻止。我们最多还有20分钟时间。纯物理重压门，上下2道铰链卡齿咬合，没有数据附着，没有远程锁定。只要能把卡齿从齿轮槽里撬出来，门就能推开一道缝。秦哥，你的剑插进卡齿和齿轮之间的缝隙里，卡住齿轮，防止回弹。我压杠杆的时候，齿轮会被卡齿带动，剑身会承受很大的横向力。如果剑断了，我的剑不会断，不会断。再给我一点空气。还有一层，秦哥，别松手。没松。希尔先过，秦哥跟在我后面。永恒之花的爆发余波被中层区域另一处系统节点捕捉到了，它正在反向追踪脉冲的落点。
主脑通过刚才那道节点反馈锁定了永恒花的能量特征，中层管理马上全面收紧。所有宿主被要求开启面板，全程公开监视。我们快从边缘撤离。那边是什么区域？中层贫民窟，高维系统宿主里混得最差的一批，气运不足，系统半残，被主脑判定为低效运营宿主后逐出核心区域的人。那好，我们就去那儿。旧版系统协议接口，主脑网络已经不再主动监控这种旧接口数据，用这个接口能进行短暂的离线通信，不会被追踪到具体位置。静儿，你怎么了？心口那道伤在疼。应该是永恒花暴露的缘故。你在这里歇一下。青哥看着旧接口，我守门口。雨峰，你别总是自己扛，有我呢。我知道，睡吧。那个旧接口能发出求救信号吗？不需要被回应，只需要让主脑的网络认为我们已经被中层宿主围杀了。能伪造。旧版协议的数据格式与主脑当前系统不匹配，但可以伪造一段系统残骸数据。只要主脑的检测程序扫到它，会判定为目标已被清除。那就这样，得把主脑的视线从他身上移开。高仿真的战斗残骸日记已经上传，包含碎裂面板的碎片特征、系统崩溃时的数据底造模拟，以及3组被标记为生命特征消失的档案编号。只要他判定档案编号对应的生命特征已消失，永恒花的锁定就会被解除。判定通过，主脑的检测程序已经把你们标记为已清除。现在主脑网络认为这支小队已经不存在了，你档案编号的状态由活跃变为已消亡。但他们还没有走，战船的位置比之前更近了。看来监察使对主脑程序的判断不完全信任，他可能在等我们露出破绽。如果他在明早之前没有扫描到任何生命特征，他会倾向于相信数据包，但他在这个距离上持续观察，本身就是一种怀疑。他需要看到证据才会相信，如果他找不到我，会一直保持怀疑，那我就以一个精神失常的拾荒者的身份出现在扫描边缘，然后消失，这样就能彻底打消他的疑虑。如果你以拾荒者的姿态出现在他的视野里，他会认为那只是一个被底层数据污染的假阳性。对，我要让他自己得出这个结论。你受伤了？没事，只是为了伪装自己划了2刀。你知道吗？每次看到你身上的伤，我总会想起你被昊天波剑骨的时候，肯定很疼吧？现在有你给我包伤口，已经不疼了。那你放心，以后你的身边都会有我。零数据者怎么可能在禁域中存活这么久？